被中国晾了大半年之后，美国人开始口不择言，想通话却又拉不下那个脸。大家好，我是肖一华。自去年7月份发生了佩洛西串台一事之后，中国断绝了中美之间的军方交流机制，结果就是被中国晾了大半年之后，美国人现在开始口不择言。近日，因为不满中国始终不接电话，美国国防部一位名为科林的副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军方之所以不接电话，或许是在实施一个新的战略，想用不沟通的方式逼迫美军放弃一切，撤离西太平洋。显然，美国人最近这段时间闭门羹吃的确实太多了，解放军的沉默不语让这位美国高官感到了不安，所以才得出这么一个不切实际的结论。照他这个逻辑来说，要是通过不沟通的方式就能迫使美军放弃针对西太的部署，那泽连斯基岂不是也可以通过不沟通不谈判的方式就能让那些身处乌克兰的俄军退回去呢？说白了，美国人现在就是想通话却又拉不下那个脸，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让步，这才开始整天胡编乱造，试图在舆论上对中国施压，让解放军不得不再次开启危机对话机制。或许在有些人看来，既然美国人现在都快神经质了，那么我们就接电话吧，反正又没什么损失，而且还能避免中美之间因为不沟通导致的擦枪走火。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但咱们一定要清楚，中国为何不愿意跟美国进行沟通呢？在我看来，这其中的原因有2个方面。首先就是美国的现状其实不适合沟通。中国作为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跟美国商量事情的时候，能够保证每个决定都能得到落实。但美国不同，从表面上看，美国的三权分立和2党制度堪称是民主的代表，可实际上呢，这种民主也决定了美国并没有一个主心骨，可能前脚在电话中双方达成了一致，后脚就被另外一批人阻挠，无法在美国得到落实。尤其是这段时间，美国2党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各种意识形态鱼龙混杂，唯独没有一个声音能够代表美国。为此，中国压根就没有必要跟这样的一个国家来沟通。其次就是实在没有沟通的必要。危机对话机制背后的逻辑在于管控危机，但中国的一举一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压根就没有制造危机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去和美国人交流，反倒会被他们一步步试探出底线，在台海问题上进行切香肠。既然保留沟通的结果会对中国不利，那危机对话机制自然也就没有保留的必要。归根结底，这种诞生于美苏冷战时期的机制早就不适用当下的中美关系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